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但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呢？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许多国家曾经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以迎合他们的经济需求。例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了新政政策，通过货币紧缩和财政刺激来应对大萧条。这个政策的成因是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崩溃，而政府认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和刺激经济，可以帮助度过困境。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可以在通货膨胀方面看到。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增加了货币供应，通货膨胀可能会上升。这意味着你的购买力会减弱，物价上涨，日常开支增加。相反，如果货币政策过于紧缩，可能导致通货紧缩。虽然价格稳定，但经济增长受到限制。此外，货币政策也会影响利率。如果中央银行决定降低利率，那么贷款将更加便宜，鼓励人们借款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利率上升，借款成本将上升，可能抑制消费和投资，影响经济。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你的储蓄和投资。如果利率低，储蓄账户的利息也会降低，这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财务计划。此外，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也可能影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等投资领域。总之，货币政策不仅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话题，它直接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了解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逐步深入了解这一话题，你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的运作，并为自己的财务决策做出明智的选择。继续观看与评论，一起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吧。看到这部分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做了个投票贴，欢迎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广大网友看到该有的普世价值观。投票地址置顶在评论区。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货币政策的实际运作，以及它如何在特定时期对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先来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段经济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陷入了大萧条，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率飙升，银行倒闭，企业倒闭，人们陷入了极度的经济困境。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挽救国家的经济。于是，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总统上台，并在1933年实施了新政政策。新政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货币紧缩和财政刺激来应对大萧条。货币紧缩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通过财政刺激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的政策相辅相成，旨在重振疲软的经济。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废除黄金本位制，允许货币供应量扩大，以及实施银行监管来稳定金融体系。这些措施旨在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使银行能够继续运作，并鼓励信贷活动。另一方面，财政刺激措施包括了一系列的公共工程项目，例如建设公路、桥梁和大坝，以创造就业机会。此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得以建立，为老年人和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目标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帮助国家摆脱大萧条的困境。实际效果如何呢？在新政策的支持下，美国的经济开始逐渐复苏，失业率下降，工业生产增加，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也有所增长。这一成功案例证明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人担心政府支出过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干预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些争议反映了货币政策决策的复杂性，以及不同人对其影响的不同看法。总之，美国新政策是一个货币政策的典型例子，它在经济困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货币紧缩和财政刺激，政府成功地应对了大萧条，并为国家的经济复苏创造了机会。然而，这也提醒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谨慎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塑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运。
随着新政策的实施，美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经济转变。这些变化不仅改善了大萧条期间的生活状况，还对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新政策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政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找到了工作，失业率稳步下降。这不仅改善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还增加了国家的生产力，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其次，新政策加强了金融监管，稳定了金融体系。在大萧条期间，银行倒闭和金融崩溃对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通过实施一系列监管措施，政府加强了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督，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为信贷和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有助于经济的复苏。此外，新政策改善了社会保障，减轻了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为失业者、退休人员和残疾人士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这不仅改善了生活质量，还减轻了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一政策的实施使社会更加公平和包容。新政策还在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包括建设公路、桥梁和大坝等，政府刺激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这些项目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促进了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创新。然而，新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质疑。一些人担心政府干预市场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过大，而且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此外，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新政策的长期影响提出了不同看法，争论是否需要更多的市场自由。这些争议和讨论表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平衡各种因素。总结来说，美国新政策是一项重大的货币政策实验，对国家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刺激就业、改善金融稳定性、加强社会保障和促进工业发展，政府成功地应对了大萧条的挑战。尽管存在争议，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持续的增长和繁荣，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通过了解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命运。感谢您的关注，继续留意我们的视频，深入了解货币政策的世界吧。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新政策不仅对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被视为一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成功模式，激励了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政策来化解经济困境。在大萧条期间，许多国家也面临着经济挑战，因此他们开始研究并采纳了类似于美国新政策的措施。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也实施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来应对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有助于这些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重振了他们的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新政策也促使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美国废除了黄金本位制，这引发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美元与黄金挂钩，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这一体系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主导了国际经济体系，直到它在1971年解体。此外，新政策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启发。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大萧条的冲击，他们开始关注货币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一些国家借鉴了新政策的经验，采取了适合自己情况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各异，因此对新政策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市场自由主义，而不太愿意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这导致了国际上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实验，每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总结来说，美国新政策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激发了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来应对经济挑战，促使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同时也启发了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自己情况的经济政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货币政策不仅仅是国内问题，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通过了解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构建更加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感谢您的关注和观看，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您更深入地理解货币政策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期待您的评论和反馈，一起探讨更多经济话题吧。